公司的软件系统里为什么会有隐藏的木马程序？这个木马似乎会自动收集用户的体态信息。苏博，数据组那边出岔子了，过来帮帮忙。行，我这就过来。完了，编写的脚本无法运行，数据清洗在运处理模块根本不起作用。已经熬了1个通宵了都没有头绪，这可怎么办？没事儿，纪元去找苏博了。我们的核心数据模型都是他搭建的。上次连世界第一黑客 Q 都没能攻破我们的防火墙，只要苏博在，系统就不可能崩溃。苏哥，搞定。苏哥，牛，还得是你出手啊！那些屁本事没有的都当上组长了，你却还是组员。没人比我更懂职场，你不服可以去找董事长。你就是这么管理手下的？啊？要我说，你别待在维护组了，只要你来数据组，组长的位置就是你的。啊？我不在意这些 ，SD 是 AI 大健康领域的龙头，我来公司是想做出能让所有人受益的 APP。对了，我还有个语言模型没凸透，先回去了。必须搞清楚那个木马是怎么回事。你们技术部是干什么吃的？怎么天天出问题？你是谁？你不用管我是谁，拿着你的东西马上滚！你被开除了。开除我？为什么？难道你这种废物不该被开除吗？我看整个技术部都是群窝囊废，全都该滚蛋！不行，我还不能走，木马还没查清楚。我刚刚是在查阅文献，不是在摸鱼，希望您能再考虑考虑。这么说是我冤枉你了，你是为公司尽心尽力的好员工，反而是我是非不分。你要这么理解也不是不行。那就让我看看你是怎么为公司尽力的。别！糟了，手机还停留在木马病毒界面，点进去会跳转到。这就是你说的查阅文献？上班时间你居然看这种？拿上你的东西，马上滚！前夜，我们刚刚得到消息，击败黑客 Q 的天才 Sober，IP 地址就在分部，你一定要把他找出来，只要能拉拢他，年薪随便他开。你谁啊？这位是我们 SD 集团的新任 CEO 千叶，是总部特意从国外调回来接手国内分部的。研发一个健康数据大模型而已，1个月就出了3次岔子。我负责国外业务的时候，可从来没见过水平这么差的技术团队。国外研发时长都是2年起步，集团给我们的期限只有3个月，这怎么能怪到团队水平上？不是能力的问题，那就是工作态度的问题喽。正好，我今天就看看集团里有多少混吃等死的废物，我绝不会再让他们浪费 SD 任何的资源。这么浓的香水味儿，你是来上班的还是来卖身的？我只是想让心情好一点，还敢狡辩，你被开除了。工位上摆的什么垃圾？你天天盯着这个模型，心思能放在工作上吗？别说了，拿着你的东西滚蛋！这是我排队2个月才买到的，我跟你拼了！别冲动，别冲动，别冲动！这模型值几个钱？
我双倍赔给你。我们 SD 实力雄厚，资金充足，但绝不养废物。你们最好自觉点儿，否则别怪我不留情面。竟然还有公然摸鱼的！究竟是谁把木马嵌进去的？难道是 M 国的手段？拿着集团的高年薪还不认真工作，我最看不惯的就是你这种蛀虫。Sober 可是我的偶像，他竟然就在分部。没错，如果遭到他的阻挠，我们的秘密行动将会功亏一篑。但要是有了他帮忙，必定万无一失。所以一定要把他拉拢到我们这边来。明白，保证完成任务。Q 攻击我们公司是在4月13号，看来 Sober 就是在这次出手的。让技术部的人集合，在会议室等我。穆总，你让我盯着的那位技术大神被开除了。什么？准备好签约合同，我马上去 SD 集团。想不到他们居然这么蠢，把苏博哥哥放出来了。我今天打的补丁只能暂时稳住系统，优化方法我存在 C 盘里了。另外，我在系统里发现了一个木马，你能不能帮我查一查？一个木马而已，找出来删掉不就行了？能翻起什么风浪？不是普通的木马病毒，我怀疑它是 SD 故意隐藏的程序，它能非法搜集用户的体战数据。换句话说 ，SD 很有可能想窃取国人的健康信息。哦，关我什么事儿？走了。这可能涉及到国家安危，你难道一点都不担心吗？我来这里只是为了赚钱，其他的我不在乎。还有苏博，我他妈早看你不爽了，职场混的就是人情世故。他们都觉得我是抢你功劳才当上组长，只有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凭我自己的努力。这些都不重要，我也不想追究。但现在事关国家安危，我希望你能拎得清。拎不清的是你，给你发钱的是 SD， 又不是国家。学不会人情世告，就只能像你一样被扫地出门。秦总喊我们。好，我马上来。这件事你想都不要想，我绝对不可能帮你。之前集团在4月13号遭遇了一次黑客攻击，当时是谁解决的这件事？是钱总，是我们组。今天的数据修复也是我们组解决的。又抢功劳，苏哥虽然在你组里，但解决问题和你有什么关系？你们组解决的，组长是谁？我就是组长。我记得那只是一个小问题而已，是有什么安全隐患遗漏吗？把黑客 Q 的入侵当作小问题，又这么自信，看来他就是 Sober。你跟我过来一下，其他人回去工作。其实我就是想问，你是不是……总裁，大事不好了，我们的系统又崩溃了！怎么会这样？快去技术部！怎么办，老王？再这样下去，系统会强制清零，我们几个月的努力都白费了。这个补丁是苏博打的，我们根本解决不了啊！怎么又出问题了？你们技术部真是一群……我今天打的补丁只能暂时稳住系统，优化方法我存在 C 盘里了。原来是这样，这次的功劳也是我的了。怎么样，找到解决办法没有？放心，有我在呢，都是小问题。
我竟然忘了最牛的 IT 大神就在我身边。这可是苏博留下来的补丁，你能优化好？我作为苏博的组长，优化他留下来的补丁，不过是小菜一碟。太好了，看来他果然是 sober， 这种程度的问题只用半小时就解决了。很好，集团就需要你这么有能力的人才。从今天起，你就是技术2部的主管。谢谢秦总的赏识，我一定为集团鞠躬尽瘁。不是他，怎么，你不服？你们数据组连自己的问题都解决不了，我请你们来吃干饭的吗？滚！你们2个被开除了。开除我可以，凭什么开除老王啊？他在 SD 工作10年了，是真正的技术骨干，你不能就这么开除他。你不过就是个打杂的，有什么资格教我做事？再多说一句，信不信我全行业封杀你？今天多亏了你，不如一起去吃个饭。这是我的荣幸。苏哥，你这是怎么了？没啥事儿，就是被开除了。没事就好。啥玩意儿？哪个傻逼把你开除了？每天都有人来保安亭打听你的消息，他们都想你跳槽嘞。你这样的人才怎么可能被开除呢？可能因为我不会人情世故吧。那玩意儿怎么可能比硬实力重要？没事，苏哥，正好给那些大老板一个机会。你离职了，这么多公司不是随便你选吗？或许这是个继续调查的好机会。你们这儿待遇怎么样？啥？你不会要？对，我想来你这儿上班。不是，那怎么行？我们这儿配不上你，你可是有真本事的国家栋梁，怎么能和我一样当保安？职业哪来的高低贵贱？做保安，守护一方和平稳定，难道就不是国家栋梁了吗？苏博，我正要找你呢。我已经离职了，你们还有什么事儿吗？挺好的，我们这个行业确实不适合你，你就在保安亭里发臭发烂，一辈子当个窝囊废吧。我们亭子里干净的很，哪里臭了？这儿有你说话的份儿吗？让你滚蛋不过是钱总一句话的事儿，真是什么阿猫阿狗也能往上凑。他不过是一个保安，何必为难他？和你这种货色勾结能是什么好人？我不仅要为难他，我还要依法起诉你。你什么意思啊？听说上午的数据修复你也参与了，你离职之后不到半天，系统就再次崩溃了，造成的损失高达上千万，我怀疑就是你蓄意报复。可笑，上午的补丁是我打的，优化方法也是我给纪元的，怎么到了你的嘴里就变成我蓄意报复了？胡说八道！你什么时候给过我优化方法？这都是我凭自己能力解决的。你谎话连篇！我不仅要把你告上法庭，还要通告全行业，联合他们一起封杀你。你将在这个行业永无立足之地。连调查取证都没有就定了我的罪，是不是只要你怀疑谁，他就不可能是清白的？一个上班看那种东西的变态能有多无辜？ SD 有最顶尖的法务团队，一定能找出你损害公司利益的证据，你就等着吃牢饭吧。你少血口喷人，我那是在调查。不，调查木马的事情不能让他知道。调查什么？上次是查阅文献，这次又边想什么理由糊弄我？我分分钟几百万上下，可没时间听你鬼扯。来人，把他抓起来，送到警局。住手！穆副总，你来 SD 做什么？当然是来挖掘真正的人才。苏先生，你愿意加入我们莱德科技吗？穆总，感谢您的抬爱，但我现在……别着急拒绝，我向你承诺，只要你来 ，CTO 这个职位就是你的，年薪不低于500万，如果做出成绩，还可以拿到10%的股票期权。CTO 那可是统管技术部门的首席技术官，他在 SD 3年了，还是基层员工，你们是有多缺人才会选这种废物？穆副总，我好心提醒一句，你这是自取灭亡。
不劳秦总费心，这个待遇能拿下苏博，在我看来很值。只要他想，就算是世界第一的新软集团，也会求着他入职。俗话说，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很显然 ，SD 并不是你的伯乐。苏博，我们莱德科技期待你的加入。穆总，我能感受到你的诚意，但这不只是钱的问题，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你能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苏博，装模作样也别太过了，你无非是想摆出犹豫的态度，掩饰自己是个废物的事实，心里其实已经高兴坏了吧？穆总，我可提醒你，这家伙不仅什么都不会，还喜欢把功劳往自己身上揽。这件事儿在我们 SD 人尽皆知。纪元，这些年公司至关重要的危机，哪一次不是我解决的？你把功劳都安在自己头上，3年来直接挑了4次，我什么时候和你计较过？你为什么要污蔑我？够了，实在是太荒谬了！论技术水平，你连给纪元提鞋都不配。你可知他是谁？他就是国际上享誉盛名的计算机天才。钱总，怎么了？我这个人比较喜欢低调。这蠢女人搞什么？吹牛都吹到天上去了，真以为我是技术大神？苏博可是知道我的水准的，先把他弄走，别被拆穿了。我看你就是被我说中破防了，所以才倒打一耙。做技术最重要的就是脚踏实地。如果每个人都像你一样没本事还爱抢功，公司早就倒闭了。SD 不欢迎你，赶紧滚远点。不愧是 Sober， 真正的技术大神就该是这样。当初一起入职，我以为我们是并肩作战的朋友，没想到却是农夫与蛇。苏博，我们同一天进公司，还在同一个部门，这都是缘分啊！这杯咖啡就当做我的见面礼了。啊，你好。这个框架，你想高建 AI 数据库，这可是大工程，厉害啊！对，我的理想就是开发一款让所有人受益的智能软件，这也是我的目标。未来我们可要互帮互助，共同进退。一定。谁是农夫？谁是蛇？我作为你的组长，这3年没少照顾你吧？你上班摸鱼、偷懒耍滑，我都装看不见。私下找你谈了多少次，你还是屡教不改。我居然直到今天才看清你这副虚伪的模样。也好，那就看看我们谁能笑到最后。穆总，我愿意加入莱德科技，帮助你们在人工智能赛道反超 SD。苏博，欢迎你的加入。我们走吧，这个地方多待1秒都觉得恶心。站住！谁允许你走了？秦总，苏博已经不是 SD 的员工，你没有权利强行让他留下。那你可知道，他蓄意报复集团，造成了巨额的损失。今天要是不给我一个说法，咱们就法庭见。我已经说得很明白了，我没有报复 SD。我不管你是否相信，想抓人就拿出证据来，我随时恭候。苏博已经是我的人了，如果千总还想继续纠缠，就请准备好律师函，发到我们公司的邮箱，就当是 SD 和莱德科技正式开战。苏博，我们走。穆副总，我想你应该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这个苏博虽然是清北硕士毕业，但他在 SD 混了3年，还是最基层的员工。你擅自许诺他 CTO 的职位，是不是有些草率了？反正让我认这毛头小子当老大，不可能。袁飞，你凭什么否定他？就因为他在 SD 是基层员工？穆副总，袁飞说的没错，基层员工意味着能力不足 ，CTO 职位关乎公司未来，不能儿戏。能力不能用职位衡量，他的才华我比你们更清楚。给我时间，他一定会证明自己。我相信我的眼光。苏博是我在清北的师兄，在校期间，他就自主研发了科维诺智能系统，获得了当年的最佳研发奖。相信你的眼光，莱克科技是你开的吗？
穆副总，我希望你搞清楚自己的身份，而且你说的这个智能系统，业内人都知道是清北的李教授研发的。这本来就是苏博的作品，是李教授抢走了署名。嘴长在你身上，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你刚刚说苏博是你大学师兄，那我是不是也可以说你这是偏袒亲信，想在公司安插自己的人？怎么会？大学的时候苏博都不认识我，不可能存在这种情况。那真是奇了怪了。既然你们大学不熟，你是怎么知道科维诺系统是苏博研发的？请进。苏博，你研发的这个科维诺系统，我可以帮你送审互联网大赛，但署名不能是你，明白吗？这个系统全程都是我独立研发，不写我的署名，还能写谁？没有我的帮助，你的作品连送审的资格都没有。你要是还想毕业，就乖乖照我说的做。好了，别争了，暮雪，人你既然已经招进来了，莱德科技也不会反悔，撕毁 offer 毕竟有损企业形象。但这件事你没和我们商量，确实需要给一个说法。叶董，我明白，如果苏博1个月之拿不出成果的话，我愿意引咎辞职。只是辞职就够了，1个月后就要发布莱德健康 App， 期间的人力、时间成本谁来当责？如果失败，我手里10%的股权无偿转回公司，就算是抵押所有个人资产，我也会填上亏损。虽然规模不如 SD， 但也够用了，1个月的时间做出成果，应该来得及。你就是新来的 CTO？ 没错，你是负责哪块业务的？哼，元哥可是技术部主管，负责整个技术板块。你一个走裙带关系进来的小白脸，居然还真敢来公司，胆子不小。你们对我有质疑，我可以理解，但现在工期紧张，正是最需要互相信任的时候。既然你是技术部主管，那就由你汇报进度吧。真以为自己有穆总撑腰，就没人能拿你怎么样了？我非常质疑你的水平，是否足以胜任 CTO？ 你要真有本事，就单独把框架重新理一遍呗。重理框架至少需要1周时间，发布会的日子已经很近了。你与其在这里和我针锋相对，不如尽快把进度汇报给我，这是命令。区一个小白脸也想骑在我头上？老子带团队辛辛苦苦干了3个月，凭什么你一来就摘桃子？想指使我没门儿！没错 ，CTO 就该我们元哥当，你不配。3个月，项目还停留在框架搭建上，连内容都没填充，也好意思说自己辛苦？你如果是 CTO， 这个项目就完了。元哥不好了，防火墙被入侵了。什么？入侵者的攻击指令很犀利。小林，你负责 A 区代码修复；小董，你负责 B 区，绝对不能让他攻占系统。是。遇到问题第一时间就去解决，虽然脾气大了点，倒也算可用之才。不行，渊哥，完全防守不住，他们的入侵速度太快了。这入侵手段怎么这么像世界第一黑客 Q？ 该死，我们怎么被他盯上了？什么？是 Q 在攻击我们？完了，我们不可能守得住。起来。你要干嘛？当然是解决问题。这可是世界第一黑客，你以为自己是谁 ？Sober 吗？你再不起来，系统就彻底瘫痪了。你确定要承担这个责任？小子，不可能守得住的。这次只怕我们都得一起滚蛋。你这个时候能站出来，也算是条汉子。
我袁飞收回刚刚的话。菜就多练，不会就好好学，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哇！这怎么可能？你真是 Sober？ 你猜？我不知道你就是大神 Sober， 你当 CTO 绰绰有余，我才是屁用没有的废物。临危不乱，反应迅速，你们都是人才，不必妄自菲薄。我突然空降，你们心有不满，这些都能理解。大家以后就好好工作，争取提前完成项目，好不好？好。现在能把项目进展汇报给我了吧？稍等，我这就把资料整理一下。一群废物！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苏博留下的框架到现在都没彻透，问你们进度，一个个的都不吱声。集团留你们这些废物有什么用？这个项目从数据审查到框架修复，都是苏博领导的，我们只负责基层执行。吃透框架这样的工作，应该是主管来负责吧？所以你现在是在质问我，你什么身份敢这么和我说话？2个星期之内我见不到成果，你们全都给我滚蛋！秦总，您怎么来了？没想到 Sober 也有这么暴力的一面，之前是我对他滤镜太重了。我来看看进度怎么样了。钱总，您放心，2个星期之内，完整版的系统肯定能做出来。那就好。系主管，你跟我过来一趟。一个纪元，把整个技术部弄得乌烟瘴气，我是真待不下去了。现在这里就我们2个，有什么话我就直接说了。纪元，你就是 Sober 吧？原来他给我升职加薪，是误以为我是 Sober。钱总，厉害！您真是慧眼如炬。别叫我钱总了，你是世界公认的技术大神，应该是我求着你留在我们公司，毕竟连世界第一黑客 Q 都是你的手下败将。什么世界第一黑客？还和我装呢？之前集团在4月13号遭遇的攻击，就是 Q 的指令。当时要不是你 ，SD 就被攻陷了。等会儿，之前集团在4月13号遭遇了一次黑客攻击，当时是谁解决的这件事儿？是原来苏博就是。你说什么？没什么，就是想到还有2个星期才能完成项目，有些着急。绝对不能让他知道苏博就是 Sober。2个星期能完成，已经超过我们的预计了，也只有你才能做到这个效率。不过这次我找你来，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以你的技术，想必早就发现了我们嵌在系统里的木马病毒，也知道了它的作用是什么。它能非法搜集用户的体征数据，换句话说 ，SD 很有可能想窃取国人的健康信息。你是指窃取体征信息的那个木马？小声一点，果然，我就知道瞒不住你。既然你早就知道，又选择了沉默，我想我应该没有会错意。只要你能保守这个秘密，集团首席技术院的位置就是你的，你将享有 SD 10%的股权。当然，这个秘密我一定会烂在肚子里。那就祝我们合作愉快。
技术大神又怎么样？不也是条断脊之犬？连这种出卖的事情都做得出来。1周后，最近怎么总感觉有人在说我坏话？对，这个地方用 Java， 模型方向别弄错了。苏总，外面有人找你，让他们进来吧。老王、小马、老张，你们怎么来了？我和小马被开除了。苏哥，我们想跟着你干。仔细说说，怎么回事？你走之后，补丁出现问题需要优化，我们解决不了。纪元那小子半小时就解决了，秦叶嫌我们没用，就把我们开了。我们已经离职1个星期了。补丁的优化方法我存在 C 盘里了。纪元没告诉你们这件事，这王八蛋他说个屁！我就知道他哪里来的这么大本事，原来是你留的优化方法。秦野还给他升了主管，何止啊！现在纪元已经是 CTO 了，整个技术部门都被他弄得一团糟，偏偏高层还很重视他。老张，你也被开了？还没，但也快了。那破地方我是待不下去了。老王和小马可以留下，老张，你得回去。连你也嫌弃我的水平吗？那我干脆回老家摆烂好了。SD 我是不可能回去的。我们共事了这么久，你的能力大家有目共睹，怎么可能嫌弃你？那你为什么你在 SD 有更重要的任务？我怀疑 SD 在系统里植入了木马，用来窃取国人的体态信息。嘘，什么 ？SD 居然……这件事先不要声张，我需要你留在 SD 当内线，帮我搜集木马程序的证据，不然我只能直接入侵防火墙。但这样一来，就打草惊蛇了。我懂了，我这就回去。老王、小马，从今天起，你们就是莱德科技的人了，这边是你们的工位。慢着！谁允许你把这2个来路不明的家伙招进公司的？钱总，这是我在 SD 的老同事，业务能力没得说，现在想跳槽到我们莱德科技，那就更不能留下了。SD 可是我们的对手公司，万一是他们安插过来的商业间谍怎么办？他们的人品绝对没问题。而且我作为首席技术官，有招人的权利。我作为 CEO， 也有阻止员工危害集团的责任。你不过是一个管技术的，分不清谁是大小王吗？那再加上我呢？钱总，你可是答应过我，这个月不会干预技术部门的工作。穆副总，赌约只剩下3个星期，我劝你好自为之。什么赌约？没什么。现在项目进度怎么样了？我正要和你说这件事儿。介绍一下，这是老王和小马 ，SD 数据组的王牌。有了他们加入，我有信心2个星期完工。那太好了，我代表莱德科技欢迎你们的加入。愣着干嘛？叫穆总，这才是你们的老板。穆总好。以上的是莱德科技 AI。C 语言在实际开发中的典型应用场景，包括操作系统的开发和游戏开发。为了听苏师兄的讲座，大周末起个早，你可真行。你不觉得他特别有魅力吗？喜欢人家就去表白啊！你这么漂亮，他怎么可能不答应？我想等到能和他携手进进的那一天。穆总，穆总，关于这次会议，大家的意见都发表完了，只剩你了。
我没什么意见，我觉得很好。我也这么觉得，苏博的想法很好，而且听你们说，大部分的技术框架都已经实现，只需要填充一些内容了，对吗？对的，叶董，其实现在就可以发布了，但还有一些细节我们在确认。这次发布会至关重要，容不得马虎。穆雪，你给公司挖到一个好人才啊！3个星期，我给了你们整整3个星期，连个框架都弄不明白，要你们有什么用？一个个长得都是猪脑子吗？离发布会只有1个星期了，我不想为难你们，但上面给我压力也很大，你们所有人现在就滚吧。凭什么？虽然系统没有完成，但我们这个月没日没夜的加班，哪里对不起公司了？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废物，还有脸来质问我 ？SD 不需要你们这样的蛀虫。确定框架方向，明明是你的职责，你就指望着我们做出来，然后抢功是吗？什么时候你也能教训我了？滚！都给我滚！怎么回事？你把技术部的人都开了，项目出什么问题了吗？秦总放心，项目已经完成了，不然我也不会在这个节骨眼上开除他们。接下来的事情交给我一个人负责就好了。这么庞大的工程，你一个人应付得过来吗？虽然你是技术大神，但……放心吧，1周后的发布会，我保证让莱德科技输得抬不起头。那就交给你了。季总，有人找您。喂，哪位？季总是吗？我是莱德科技的总裁钱申。你让我去偷苏博他们的成果？没错，我想你应该有兴趣和我合作。为什么？给我一个你这么做的理由。穆雪签了对赌协议，只要他失败了，我的占股就能达到30%。但如果他研发成功，叶董肯定会让他来做我的位置。这个理由够不够？真是天助我也！好，我答应合作。我会给你打开门禁权限，监控我也会关掉。技术部在13层东区，今晚就行动。季总，别让我失望。我打哈欠。大早上把我叫过来，怎么了这是？苏哥，大事不好，我们的核心代码被盗，数据都被删除了。那个王八蛋竟然真的……现在情况怎么样？穆总，你……数据损毁有多严重？能挽回吗？放心，不是什么大事。这还不是大事儿？你知道穆总为了你放弃了多少吗？什么？穆雪，瞧瞧你干的好事！当初我就说不要相信 SD 过来的员工，现在好了吧？他们果然把这一切都毁了。不是，钱申，你什么意思？上来就泼脏水？钱申也是你能叫的，在公司要喊我钱总。呵呵，老子都下班了，爱怎么叫怎么叫。你算了，我还不屑于和一个小角色计较。穆副总，当初你可是说过，拿不出成果就要交还10%的股份，还要补上这个月所有损失。你还和他有这样的赌约？那不然呢？穆总为了你赌上了全部，现在数据都毁了，穆总的身家都赔进去了。苏博，我没事的，就是辜负了你这么久的努力，是我对不起你。你当初许诺给我10%的股份，该不会是想自掏腰包吧？我对不起，我现在给不了你股份了。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想着股份？苏博，你还有没有良心？
我真是看错了你。你们把我当什么人了？我就是没想到你这么傻。小雪，这么久以来，你辛苦了。钱总，还有1周时间，现在就定输赢，是不是有些太早了？哈哈哈！苏博，我该说你幼稚还是愚蠢？你难道看不清形势吗？数据都没了，你还想怎么翻盘？我看你的本事也只剩嘴论。哦，不对，还能吃软饭。数据的事不劳钱总费心，况且就算是软饭，也不是什么人都能吃的。比如像钱总这样，一看就只能靠自己的，注定和软饭无缘。你骂我丑！1个星期研发一套智能系统，时间不够的，这次是我们输了。我想让你赢，你就不会输。1个星期后见不到成果，股份我们双手奉上。那样最好。苏总，咱们现在怎么办？现在重建数据库肯定是来不及了。没事，数据我早就备份了。之前我就想过，以纪元的本事，根本研发不出完整的产品，说不定会来偷我们的成果，所以留了个心眼。太好了，不愧是苏哥。不过你确定是纪元那个王八蛋干的吗？暂时没有证据，但也8九不离十。我现在就去调监控。没用的，对方既然敢来，公司就一定有他的内应，不会让他被拍到。究竟是谁在搞我们？难道 SD 真的在我们公司安踏了商业间谍？未必，之前我还没想明白，但现在看来已经很清晰了。如果我们失败，还有一个人也将成为最大受益者。你是说，开后门关监控的人是钱申？这件事暂时不要声张，也不要去质问他，避免打草惊蛇。那岂不是便宜了纪元那个王八蛋？我们辛辛苦苦研发了这么久，他却坐享其成。我之前就说过，这个版本的系统还有漏洞。纪元如果能重新梳理，就会发现漏洞，然后不得不去修复它。但时间已经不够了。如果他没有重新梳理，在发布会上模型就无法正常运行。不管怎么样，1周后的发布会，我们都是稳赢。没错，现在我们只需要等发布会开始就行了。兄弟们，又得熬夜加班了，争取今晚就用数据把模型复刻出来。苏博，你还真敢来！穆总，没想到你是这种恋爱脑，费尽心力把苏博招过去，就是为了谈恋爱。你输就输在了相信苏博这个废物。产品都还没亮相，秦总就开始庆功了，鹿死谁手，现在还尚未可知。穆总，我劝你还是别逞强了。莱德科技的事儿我都听说了，说是数据丢失，其实是某个废物没能力研发，给自己找的借口吧。到底谁是废物，你我都心知肚明。好心提醒你一句，你偷走的模型和数据还有漏洞。今天你要是直接套用那个版本， SD 将会成为全行业的笑柄。想炸我？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我们的研发非常顺利， SD 也不屑于做这种偷鸡摸狗的事情。我们的产品一定会征服所有人。没错，事到如今，我也不怕告诉你们，纪元就是世界闻名的技术大神 Sober， 只要有他在，没有任何一家公司能威胁到我。他可是……秦总，发布会快开始了，我们赶紧走吧。咱们发布会上见真章。穆总，我会让你输得很难看。没想到，纪元竟然是 Sober， 难道我们的产品不是他偷的？你不知道 Sober 是谁？我当然不知道啊。Sober 一直都很低调，没人爆出过他的身份。那你当初为什么要招我？你终于反应过来了，还不算太笨。你才是 Sober， 那纪元他……难怪他能当上 CTO， 原来秦业一直错把他当成了 Sober。不过秦业倒也有些手段，能查到我当初就在 SD 分部。还有2分钟，我们也过去吧。今天能站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2个人。第一，是始终支持我的秦总。第2位，我们集团海外总部的董事长卢卡斯，他今天为了发布会，不远万里来到了现场。大家都知道，
SD 集团和莱德科技的产品同属智能健康赛道，孰优孰劣，各位看完产品演示就知道了。我们研发的 SD 智能健康 APP 分为健康监测、智能监管、用户互动3个板块，每个板块都附属3个功能模组。不错啊，功能都很完善，页面设计也简洁明了，而且用户年龄层涵盖10岁到80岁，为所有国人的健康保驾护航。我相信大家只要体验过我们的产品，就能感受到 SD 的实力与诚意。莱特科技的产品为何与 SD 一模一样？苏博先生，您是抄袭了 SD 的研发系统吗？苏博，我真没想到你是这么下作的人。大家有所不知，苏博曾是 SD 的基层员工，在我手底下待了3年，我们产品的设计研发他都有参与。不久前，他突然跳槽到莱德科技，摇身一变居然成了 CTO。我平生最看不起这种反骨仔，一看就是把公司的机密卖过去，给自己谋求利益。苏博先生，您是带走了 SD 的核心技术，跳槽到莱德科技，所以才成为了 CTO 吗？我念在苏博是老员工的情况下，没有和他签订竞业协议，没想到竟然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苏博先生，您能正面回答一下问题吗？纪元，你就这么笃定是我偷了你们的系统和设计吗？证据都摆在眼前了，你还想抵赖？众所周知 ，SD 的团队规模是莱德科技的2倍，研发实力碾压莱德科技。你们的垃圾代码，我们可瞧不上。好，那你现在就运行 SD 的智能健康系统，敢吗？我有什么不敢的？既然你不见棺材不落泪，那我就让你看看什么是绝对的硬实力。他们用的果然是我们被偷走的代码，可是运行的很顺利啊。别急，让子弹飞一会儿。3、什么2、1。怎么回事？内存怎么会溢出？不可能！我明明完全照抄莱德的底层逻辑，怎么会触发死循环？怎么会这样？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马上重启！SD 的新系统竟然在发布会上宕机了，系统崩溃了 ！SD 的新产品是个半成品。季总，屏幕上的抄袭狗是什么意思？别敲了，第4096行代码调用了一个未定义的内存地址，触发了无限死循环。还有一个，我给你准备的小惊喜。是你黑进了我们的系统！我可没那个闲工夫。这是我专门为小偷准备的陷阱。这套底层架构是我在 SD 时写的废案，只要不经过特定算法重新梳理，强行打包运行，就会在启动后全面崩溃。你放屁！这全是我自己一行一行敲出来的代码，是吗？那你解释一下，为什么核心代码的第88行注释藏着莱德科技的缩写？LDKJ 真的是莱德科技的拼音首字母。纪元，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不是 sober 吗？你快把漏洞修复啊！我马上修，给我5分钟。别说5分钟，给你5年你也修不好。你闭嘴 ！sober 的能力岂是你这种能质疑的 ？sober， 秦总，你被人当猴耍了这么久，还不清醒吗？真的是 sober， 我居然把我的偶像招进了公司。不，这不可能！你怎么可能是 sober？
钱总，你不是一直想见我吗？现在我站在你面前，你反而不敢认了。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我要全完了！拿着我故意留下的残次品当宝贝，还敢跑到发布会来反咬一口？纪元，你的技术不行，胆子倒是不小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不是 sober 吗？你快解决问题啊！怎么连核心代码都要偷别人的？我从来没说过我是 sober 啊，一直都是你把这个名号安在我头上。你竟然敢耍我！你凭什么怪我？是你莫名其妙把我当成 sober， 也是你亲手提拔我到这个位置，我不过是顺水推舟，我有什么错？不可能！D 集团涉嫌盗窃莱德科技的商业机密，您对此有什么解释吗？拍什么拍？你们别拍了！您回答一下吧，钱总，您认为这是您的失误还是他的职业欺诈？凭什么说我职业欺诈？我什么都没干！闭嘴！都给我闭嘴！保安，保安把他们赶出去！钱总。刚才你不是说要让我们输得很难看吗？现在看来，成为全行业笑柄的是你们 SD 集团。该死，苏博竟然就是 sober， 这下麻烦大了。各位媒体朋友，今天不仅是莱德科技的新品发布会，我还要借此机会宣布一件更重要的事情。SD 集团不仅盗窃代码，他们真正研发的所谓智能健康系统，其实是一个非法窃取国人体征数据的木马程序。卢卡斯先生，急着走干什么？好戏才刚刚开始。看看你们干的好事，这一切都是你造成的。对，是你胡说八道。我们 SD 集团是大企业，我怎么可能做这种事？对，你这是诽谤。是不是诽谤？大家看屏幕就知道了。这是 SD 系统最底层的隐藏协议，表面上是健康监测，实际上是一个深度木马程序，非法收集用户的基因序列、心率特征和基础病史。关掉！快把屏幕关掉！切断电源！立刻切断电源！老实点，别动！大家看清楚了，这就是 SD 集团所谓的健康监测。这些红色的数据条包含了数千万国人的基因序列和基础病期，他们正绕过国家防火墙，源源不断的传输到境外的 SD 总部服务器。打死他们！这简直是你们这群啊！放开我！放开我！我是外籍投资人，你们无权扣留我！在华国的地方还轮不到你撒野！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这都是卢卡斯逼我干的。你放屁！明明是你为了讨好总部，主动要求加快进度。你这个废物！如果不是你冒充 sober， 是怎么会变成这样？这帮蠢货全完了，我得赶紧撇清关系，绝不能让苏博插到我头上。警察都不许动！卢卡斯，你涉嫌非法窃取、传输国家机密数据，现在依法对你进行逮捕。我要见我的律师，我要联系大使馆，你们不能这样对我！证据确凿，天网恢恢，带走。前夜，纪元，
你们涉嫌商业间谍罪和危害国家权罪，一并带走。苏博，苏哥，求求你帮我，求求情，我真的是被逼的，我把核心代码都还给你。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监狱才是你最好的归宿。莱德科技随时奉陪，只要有苏博在，你们休想动华国的数据一毫。苏先生，感谢你为国家安全做出的巨大贡献，你提前提交的证据非常关键，这是每个华国公民应尽的责任。抱歉各位，插曲结束了。现在让我们看看真正能为国人健康保驾护航的系统。这是莱德科技耗时数月，经过千万次演算迭代出的全新 AI 大健康模型。它不仅具备目前市面上最顶级的 AI 运算能力，能精准预测上百种潜在疾病风险。更重要的是，这套系统针对华国人的体质和基因图进行了深度优化。无论是偏远山区的留守老人，还是都市里高强度工作的年轻人，都能通过一部普通的智能手机获得3甲医院专家级别的实时健康监测。当然，我知道大家最关心的是数据安全。任何试图窃取用户体质数据的外部指令，都会在接触防火墙的瞬间被彻底销毁，并反向追踪攻击源。在这里，没有后门，只有绝对的数据安全。科技的意义不是为了资本的垄断，更不是为了窃取隐私，而是为了让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平等地享受健康保障。太不可思议了，这简直是跨时代的技术！莱德科技这次彻底颠覆了行业标准。莱德科技从不惧怕竞争，但我们绝不允许任何带有恶意的资本在这片土地上肆意妄为。他做到了，他真的做到了。叶董，好，太好了！苏博，你今天不仅救了莱德科技，更是为我们国家的科技企业长了脸。叶董过誉了，这是我分内的事。各位媒体朋友，借着今天这个大好日子，我代表莱德科技董事会宣布2件事。所以，我现在该叫你苏总，还是 Sober 大神？叫我苏博就好。那可不行，现在你可是莱德科技的高级合伙人了，身价倍增。如果没有你拿全部身家去对赌，我连站在这里的机会都没有。其实，这已经不是我第一次被人抢走心血了。大学时候的那次全国编程大赛，你怎么知道？因为那场比赛，我就坐在台下，我关注你比你想象的还要早得多。那时候你一个人写完了核心算法，被导师抢走了第一署名。是啊，当时我只顾着埋头敲电码，根本不懂什么叫人情世故。但你在台上反驳评委时的眼神，我一直记到现在。从那天起，我就知道，那个叫苏博的男生，总有一天会成为改变世界的人。所以，你执意要把我招进莱德科技，不仅是因为看中了我的技术，我只是不想让一颗真正的钻石继续在 SD 那种垃圾堆里蒙尘。事实证明，我赌赢了。暮雪，谢谢你。谢我什么？谢我给你开高薪？谢谢你在我最低谷、被所有人质疑的时候，无条件的信任我。我不仅是 Sober， 苏博，你知不知道我等这句话等了多久？以后不用等了，我一直都在。感觉空气都变得清新了。因为压在心里的石头终于落地了。这就是你向总部保证的万无一失。现在全世界都知道我们在窃取数据，巨额罚金你赔吗？卢卡斯先生，我也不知道苏就是 Sober 啊。你不知道，你把一个真正的天才开除，却把这个蠢货当成宝贝供着。
现在系统被查封调查，我们也随时有进去的风险。怪我干什么，卢卡斯先生？这不能全怪我啊！是苏博太阴险了，他故意留了陷阱。你还有脸说？如果不是你贪功冒进，偷了那份假代码文件，我们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我偷假代码文件是为了谁？还不是为了公司吗？谁让你识人不清，非要觉得我就是那个 Sober？ 你这个骗子，你毁了整个 SD 分部！钱总，你当初可是很享受我给你带来的荣誉的。保安，把这个废物给我扔出去！够了！现在追究责任已经晚了，总部的电话快把我打爆了，国内的合作商正在疯狂撤资。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相关部门肯定已经立案了。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纪元身上，就说是他个人行为，私自植入。什么？你们要让我背黑锅？你不是喜欢抢功劳吗？这次的功劳全算你的。秦总，你不能这样对我，我可是为了公司啊！滚开！这是你唯一能为公司做的贡献。保安，快给我把他扔出去！听到了没有？再不过来，把你们也开了！你们敢过河拆桥！给我拉出去！苏博、钱叶，你们这群过河拆桥的王八蛋，我绝对不会放过你们！苏博、钱叶，你们这群王八蛋别高兴得太早。老王，庆祝我们打了一个完美的翻身仗。这一切都是苏博的功劳。苏博，这一杯我敬你。是啊，苏总，这杯我必须敬您。您在发布会上那手操作，简直是神仙下凡。就是跟着 Sober 大神混，我这辈子值了。干了！大家辛苦了，这杯敬莱德科技的未来。据最新报道 ，SD 集团因涉嫌非法窃取用户体背数据被立案调查，其前技术主管纪元已被指控为主要责任人，目前正在接受警方传唤。SD 这帮孙子甩锅倒是挺快，直接把那个纪元推出来当替死鬼。这些方法都是他们这种无情资本的惯用炒股了。但是不管他们怎么甩锅 ，SD 在国内的市场算是彻底完了，各大合作商都在排队解约。这都多亏了你，苏博。是他们多行不义必自毙，我只是推了一把。这是我为莱德核心服务器设置的最高级别防御警报。怎么了？出什么事了？苏总，这是怎么回事？有人在攻击我们的核心数据库。什么？我们的防火墙可是您亲自加固过的？是史无前例的 DDoS 攻击，每秒共杀请求超过了1000万级，对方动用了海量的肉鸡网络。这得是顶级的跨国黑客财团才能调动的资源吧？攻击源头在海外，是 SD 集团的海外总部。他们疯了吗？国内分部刚出事，总部就敢直接动手？他们不是疯了，是狗急跳墙。他们想彻底摧毁莱德的数据库，不仅是为了报复，更是为了销毁我们手里掌握的证据。苏总，外层防御被击穿了，2层防火墙最多还能撑3分钟 ，CPU 也快扛不住了。庆功宴到此结束，技术部全员听令，立刻就地转入战斗状态。是，我马上建立反向追踪节点。是，我负责分流垃圾请求。我来稳住主服务器的内存。我马上联系酒店经理，把包厢的网络带昏全部切到最高级别，清空其他楼层的网络占用。SD 总部既然想玩，那我就让他们见识一下 Sober 的真正实力。袁飞、老王、小马，立刻接入2号备用节点。
对，我是莱德科技的穆雪，立刻把我们包厢的网络带宽提至企业级最高专线，费用我个人承担。带宽已经打通，后勤保障交给我，你们放手去干。苏总，对方攻势太猛了，2号节点刚上线就被垃圾流量淹没了。SD 集团为了掩盖他们窃取国人健康数据的罪行，还真是下了血本。分流脚本失效，他们用了多肽变种病毒，正在绕过我们的外层拦截，主服务器内存快撑不住了 ，CPU 负荷已经飙升到90%了。这根本不是普通的黑客攻击，这简直像是集结了暗网的无数高手黑客。光是天塌下来我顶着。老王，放弃2号节点，把所有流量引导至虚拟密罐。收到。袁飞，切断物理外网连接，只留我这台主机的单线通道。苏总，这样所有的攻击压力都会集中到您一台电脑上。照做。想用算力压死 SD 集团，你们对 Sober 的力量一无所知。动态防火墙启动。苏博干得漂亮，防火墙顶住了，切断了，对方的3个主要攻击集群被强制下线了。服务器负载降下来了，目前稳定在40%。太神了，苏总，您这套动态防火墙简直是艺术。单靠莱德几台电脑，扛不住整个海外暗网的算力。试试能不能找到更多红客支援。这里是 Sober， 华夏防线告急，请求支援。苏总，那些黑客大神向来独来独往，他们会管这种闲事吗？而且对手是 SD 集团雇佣的海外黑客联盟，这可是硬碰硬的砸盘局。苏总，防火墙快撑不住了。K 收到，华夏红客联盟第1舰队已就位，第2机队就位，算力已接入，第3机队就位，犯我华夏者，虽远必诛。苏总，海量算力正在向我们的服务器汇聚，太壮观了！全国的顶尖红客都在往这里赶。这就是 Sover 的号召力，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嘿，你带第1编队去切断他们的主控节点。明白，老大指哪我打哪。老王，把防御网的接口全部开放给第2编队。接口已开放。苏总 ，SD 海外总部重启了备用隐藏通道，他们在打包转移核心数据库，速度极快，全是非法收集的国人体征和基因序列，一旦转移到暗网节点，就彻底追不回来了。防守结束，现在轮到我们了。K， 带所有人顺着他们撤退的痕迹，给我咬死那个隐藏通道。收到，全军出击，让这帮懂知道疼。苏总，他们开启了3层军用级防火墙，算力壁垒非常厚。在绝对的算力面前，什么墙都是纸糊的。第1层破，突破了，外围防御瘫痪。第2编队，把所有算力集中到侧翼漏洞。第2层，给我碎！只剩最后1层核心物理隔离网了，他们在疯狂修补漏洞。这层我亲自来。
想拿我们国人的数据做文章，做梦。进去了。高局长，欢迎莅临莱德科技。苏总，真是英雄出少年啊！高局长，里面请。各位媒体朋友，莱德科技的同事们，今天我代表公司安全部门来到这里，是为了宣读一项重要的表彰决定。半个月前 ，SD 集团企图利用非法木马程序窃取我国公民的健康体征数据。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莱德科技 CTO 苏博先生，也就是大家熟知的 Sober， 挺身而出。苏博先生不仅粉碎了跨国资本的阴谋，更彻底摧毁了他们在海外的非法数据库，为捍卫国家数据安全做出了卓越贡献。这就是我看中的男人，他值得所有的赞誉。当然，这次行动的成功，也离不开在敌于潜伏、默默收集证据的无名英雄张立国同志。感谢你在 SD 集团卧底期间的勇敢与机智，公司对你予以特别嘉奖。这都是我应该做的，跟着苏总干，心里踏实。叶董事长，莱德科技在此次事件中展现出了极高的企业社会责任感和顶尖的技术实力。高局长过誉了，这都是苏博和穆雪的功劳。经上级批准，莱德科技正式成为国家级重点合作企业，未来国家大健康数据网的建设将由你们全面接手。赌赢了，穆雪这次真是给公司招来了一尊真神啊！苏博，华国为你感到骄傲。高部长，您言重了，这是每一个华夏子孙的本分。苏博先生，请问您现在的心情是怎么样？一切终于尘埃落定了。大英雄，一个人在这里吹冷风呢。谢谢，大厅那边都处理完了。叶董拉着高局长在庆功宴上连喝了3杯，高兴得像个孩子。大家都在找你这个绝对主角，你倒好，躲到天台来清静了。我不习惯那种应酬，你知道的。白天你在台上举起锦旗，说出那句“黑客有祖国”的时候，全场都沸腾了。那一刻，我真的觉得我所有的坚持和豪赌都值了。哪怕当时输了对赌协议，让你一无所有，就算重来一次，我依然会把全部身家压在你身上，因为你不仅是 Sober， 你更是苏博。这段时间辛苦你了。从我被 SD 无理解雇，到纪元偷代码，再到前身在公司里处处刁难，如果没有你挡在我前面，我可能连敲代码的工位都没有。是你用实力证明了一切。现在 SD 集团彻底破产，卢卡斯涉嫌间谍罪已经被捕，前夜背上了天价的违约金，纪元更是成了全行业的过街老鼠，再也没有公司敢录用他。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把技术当成作恶的工具，这就是下场。老张和小马他们今天也高兴坏了吧？可不是嘛！不仅如此，技术部现在是彻底把你当神仙供着了。现在 SD 倒了，国家级的大健康数据网也交给了我们。作为享誉全球的黑客大神 Sober， 你下一步的计划是什么？你看这片灯火，每一盏灯背后都是一个普通的家庭。过去，资本用 AI 技术收集他们的隐私，把他们变成冰冷的数据和敛财的工具。但技术不应该只有冰冷的一面，它应该有温度。你想怎么做？我要重写整个大健康模型的底层逻辑，建立一个真正开源、绝对安全的国家级医疗数据网。我要让偏远山区的病人也能通过我们的系统得到最顶尖的 AI 医疗诊断。我要用我敲出的每一行代码，真正消除疾病的壁垒，守护每一个普通人的健康。这就是我看中的男人，他的胸怀比这片夜空还要广阔。不管你做什么，我都会一直陪着你。莱德科技的 CEO 位置，叶董已经决定交给你了。
以后我这个 CTO 可就要靠穆总多多关照了。那苏总可要好好表现，不然我随时扣你工资。遵命，我的穆总。怎么了？探针被触发了。探针？今天在发布会上，老张挡住电箱的时候，我不仅摧毁了 SD 的系统，还在他们的底层架构里埋下了一个终极追踪程序。我本以为 SD 集团就是幕后黑手，没想到卢卡斯背后竟然还有大鱼。暮雪，出事了。SD 的木马不是已经被彻底清除了吗？我们今天截获并摧毁的，仅仅是一个子程序，真正的母体代码刚刚在海外被唤醒了。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去机房。这是什么情况？对方正在疯狂重组母体代码，胃口还不小，竟然企图反向吞噬我们莱德科技的防火墙。我们的防火墙能撑住吗？我亲手写的防御系统，没那么容易被攻破。让我看看，到底是谁在背后捣鬼。系统崩溃了。不是对方强行接入了我的主控终端。Sober， 久仰大名。你是谁？你可以叫我夜宵。你以为击溃了一个小小的 SD 集团，就拯救了世界吗？卢卡斯不过是我们深渊组织养的一条狗罢了。你们到底想干什么？大健康数据是一座金矿 ，Sober， 你挡了我们的财路。就凭你们这些躲在阴沟里的老鼠，也想染指华国人的数据？大话谁都会说，让我看看你这个所谓的天才到底有几分真本事。核心数据库遭到攻击，找死！这种攻击手法极其罕见，绝不是普通的黑客。变种木马 ，Sober， 尝尝深渊送给你的见面礼吧。苏博，防御墙快撑不住了。想吞噬我的系统，你还嫩了点儿。给我滚出去！有点意思 ，Sober， 我们很快会再见面的。想要走，那么容易？刚才那是谁？暗网最顶级的黑客组织深渊 SD 集团窃取数据的阴谋，只是他们庞大计划的冰山一角。他们还会再来吗？一定会。暮雪，准备好迎接真正的风暴吧。真正的战争现在才刚刚开始。昨晚切断物理连接后，
深渊的试探肯定会转向现实。苏总，外面来了个大人物，说是要跟我们谈战略合作。谁？天阔资本的楚天阔，穆总已经在会议室接待了。来得真快，看来昨晚那一巴掌打得他们很疼。苏总，天阔资本可是国内顶尖的投资机构，咱们要不要……黄鼠狼给鸡拜年罢。穆总，莱德科技昨天的发布会很精彩，国家表彰企业，实至名归。楚总过奖了，不知道天阔资本今天大驾光临，有何指教？强强联合，我们出资50亿，收购莱德科技 AI 健康数据库的绝对控制权。楚总，这合同上的条款可不像是合作，更像是吞并。穆总，资本市场就是大鱼吃小鱼，你们守着这么庞大的数据，没有我们的庇护很危险的。何况我们天阔集团可是整个亚欧数1数2的大资本，和我们合作，你们不亏。莱德科技的核心数据绝不出售，楚总请回吧。穆总，话别说得太满 ，SD 集团虎视眈眈，他们的攻击可不简单。不寻求庇护，有些东西你们未必守得住。老王，看好家。班门弄斧，想用物理进场渗透，找死！楚总，设备烧了，怎么回事？楚总的设备质量不行啊，连个小小的反向过载都承受不住。苏博，你就是那个传闻中的苏总工。天阔资本的吃相未免太难看了点，谈合作还要带个深渊的探针进来。哼，苏总工在说什么？我听不懂。让子弹飞一会儿。刚才你手下那台平板发出的信号，经过了3个海外代理，最终指向的正是昨晚攻击我们内网的夜宵跳板节点。堂堂天阔资本，原来只是暗网组织深渊在现实里的一只白手套。这小子竟然能瞬间反向追踪到叶修的节点。苏总工，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说。是不是乱说？你心里清楚。技术无国界，黑客有祖国，划过人的数据，你们一字节也别想带走。楚总，莱德科技不欢迎心怀鬼胎的客人，请吧。好，很好。年轻人有骨气是好事，但骨气当不了饭吃。你们以为挡住了网络攻击就万事大吉了？就在10分钟前，天阔资本已经全资收购了星云智算。星云智算是我们最大的云服务器供应商。你真卑鄙！哈哈哈哈！商场如战场，穆总，我给你们3天时间，3天后，星云智算将全面切断对莱德科技的算能供应。没有了算能支撑，你们新开发的什么那些东西就是一堆废代码。3天后，我会带着收购合同再来，希望到时候苏总工还能像现在这么硬气。苏博，星云智算掌握着我们80%的云端算力，如果断供，整个系统都会瘫痪。天塌下来我顶着。别怕，他以为切断算力就能逼我们低头，那是他太不了解 Sober 了。你有办法？既然他们想玩限时断供，那我们就自己建一个算力中心。3天时间，这怎么可能？别人不可能，但我能。是时候动用那个隐藏的备用计划了。我去机房，你立刻联系老王和小马，把公司所有闲置的服务器全部集中起来。好，我马上。苏哥，这些老古董能顶什么用啊？算力不够，算法来凑。我要重写底层资源调度逻辑，把所有设备的算力压榨到极限。重写调度逻辑，这可是个大工程。时间紧迫，没空解释了。楚天阔，你想玩釜底抽薪，我就给你来个暗度陈仓。
搞定。我的天，苏总，你把这些破铜烂铁的钻力利用率提升了300%，苏哥牛逼！这下咱们不用怕那个什么天阔资本了吧？这只是饮鸩止渴吧。旧设备的物理极限摆在那里，强行超频撑不了3天。要想彻底摆脱算力钳制，我们必须建立属于自己的国家级绝对安全机房。自建国家级机房，那得烧多少钱啊？去会议室。穆总，天阔资本断供的通知书都发来了，公司现在人心惶惶，为了一个苏博得罪楚天阔，值得吗？钱总，莱德科技的核心数据是底线，绝不妥协。底线能当饭吃吗？3天后服务器一停，大家一起喝西北风。天塌下来我顶着，轮不到你在这里犬吠。哼，你算什么东西？穆总，我立下军命状，3天内完成新机房搭建和数据迁移。3天建机房，你以为你是神仙？我相信苏总工，从现在起启动诺亚方舟计划，调集公司所有可用资金，全力支持苏博。疯了，你们都疯了！压力很大吧？只要你在，我就不怕。这是公司账上所有的流动资金，加上我个人的全部积蓄。放心，我不会让你输。老王，这是搭建顶级机房所需的尖端硬件清单，尤其是这批盘古级 AI 阵列芯片，必须马上拿下，包在我身上，我这就去联系渠道商。楚天阔既然敢断供，肯定留了后手。让子弹飞一会儿，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苏总、穆总，出事了！怎么了？我联系了所有的供应商，他们一听是莱德科技，直接挂了电话。全被封杀了。天阔资本放了话，谁敢卖给我们哪怕一根网线，就是跟他们作对。楚天阔，你果然够绝。常规渠道走不通，那就走非常规渠道。非常规渠道，技术无国界，黑客有祖国。是时候联系几个老朋友了。连海外的备用渠道都被天阔资本掐断了。天塌下来我顶着，喝口咖啡提提神。这是什么？一个俱乐部内部的隐秘拍卖清单。SD 集团之前走私进来的那批顶级服务器，包括盘古级 AI 阵列芯片 ，SD 出事之后被人倒卖到了这里。今天上午10点，内部拍卖。这简直是雪中送炭！不过，盯上这块肥肉的可不止我们。SD 集团查墨硬件一批，底价5000万，现在开始竞拍。2个亿，这批货我们天阔资本要了。2个亿，这远远超出了硬件本身的价值。穆总，楚总说了，只要是莱德科技想要的，我们天阔就砸钱买下来当废铁烧。苏博，我们的资金拼不过他们。不怕，一切尽在掌握之中。天阔资本再有钱，国内财务的账面资金也不会有这么充裕的现金流。果然，挪用海外黑金。发送完毕。等一下！天阔资本涉嫌使用违规资金恶意竞拍，立刻取消资格。林主管，您是不是搞错了？我们的资金很干净啊。哼，干不干净，你留着跟调查员解释吧。带走。放开我！你们知道我是谁吗？竞拍继续，还有人出价吗？
5000万。5000万成交，恭喜莱德科技。我们拿下了。我说过，我不会让你输。苏总，这可是顶配的盘古级 AI 阵列芯片啊！有了这批货，别说3天，2天我就能把机房搭起来。辛苦了，回去立刻开工。楚天阔要是知道他费尽心机封锁我们，反而让我们捡了这么大个便宜，估计会气吐血。这只是利息，天阔资本和深渊勾结，这笔账我们得慢慢算。楚总，对不起，我们被莱德科技摆了一倒，货被苏博截胡了。废物，连个破落户都搞不定。经侦那边我好不容易才脱身，现在怎么办？既然得不到，那就毁掉，在半路制造点意外。我要那些服务器变成一堆废铁。明白，我立刻带人去办。让子弹飞一会儿，狐狸尾巴这么快就露出来了。是天阔资本的人。楚天阔那种人，怎么可能眼睁睁看着我们把装备运回去？苏总，刹车系统失灵了，电子中控完全不受控制。他们想制造车祸，想黑进车载系统，班门弄斧。这种低级的木马程序也敢拿出来丢人现眼？切断外部信号源，重置底层控制权限。控制权回来了。来而不往非礼也，该我们反击了。怎么回事？连接断开了！老大，我们的系统被反向入侵了！快踩刹车！刹车踩不下去，车门也锁死了！深夜飙车不安全，我帮你们设了个好去处。你要带我们去哪儿？这是去废弃化工厂的路。啊！老大，这好像是派出所的方向。苏博，你这个王八蛋！快快快，卸货，小心点，这可是咱们的命根子。苏哥，一路上没出什么岔子吧？几只拦路狗而已，已经送去警局喝茶了。今晚注定是个不眠夜了。时间不等人，深渊的攻击随时会来，我们必须抢在他们前面。通了，链路全通，延迟低于5毫秒。1号阵列，物理连接完毕，骨干网络带宽测试通过，满载运行。有了这套盘古级硬件，莱德科技的算力将提升10倍不止。大家都很拼命，因为他们知道我们在守护什么。所有人听着，从现在起，莱德科技进入1级战备状态。接下来，我们将进行最危险的数据迁移之战。天塌下来我顶着，让那些躲在暗处的臭虫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华国技术。还没好吗？硬件虽然搭好了，但这么庞大的数据迁移，深渊一定会来阻击吧？不是会，是一定会。而且我不仅要防，还要主动给他们留一扇门。留门？太危险了吧！不给他们点甜头，怎么把这群躲在阴沟里的老鼠引出来？让子弹飞一会儿。今晚，
我要关门打狗。一群废物，连几辆卡车都拦不住。叶宵，莱德科技的新机房已经建成了。楚总，急什么？硬件再强，也只是一堆废铁。他们马上就要进行大健康数据的整体迁移，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必须在数据迁移的半途中给我截获并彻底销毁它。放心，只要数据一动，我的变种木马就会像闻到血腥味的鲨鱼一样扑上去。Sober， 今晚我就让它变成一个笑话。第一层伪装防火墙部署完毕，第二层诱饵节点部署完毕。蜜罐陷阱已经挖好，就等你们跳。苏总，所有物理节点检查完毕，无异常。备用电源和物理断网闸刀也全部就位。干得好。苏博，可以开始了。今天就让这帮洋垃圾见识见识，华国的数据不是他们能碰的。猎物出动了，给我撕碎他们！来了，老王稳住主干道，小马切断旁路。明白。旁路已切断，正在建立隔离区。苏总，攻击流量太大了，服务器温度急剧升高。天塌下来我顶着，守好你们的节点。金色长城完全成型。有点本事，但在绝对的算力面前，都是纸老虎。深渊的算力，给我全部压上去 ！Sober， 我看你能撑多久？找到你的破绽了！主力代码注入，给我彻底吞噬它。苏博，防线被突破了。没事，先停手，让他进攻。苏总，进度条卡住了，数据正在被感染。咬钩了，这条鱼还真够肥的。关门打狗。困住了，那是我们提前布置的陷阱。想吃我的数据，也不怕崩了牙。不可能，这怎么可能是陷阱 ？Sober， 你敢耍我？既然拿不到，那就一起毁灭吧！苏总，对方企图强行引入病毒，想同归于尽，毁掉双方的主干代码。一旦引入病毒，我们这一块的算力和主机都会崩溃。苏博，怎么办？想同归于尽，他还没这个资格。小马，把蜜罐的压力全部导向备用沙箱。明白。老王，给我锁定这团代码的原 IP。正在解析，对方使用了多重跳板。跳板再多，也掩盖不了他身上的臭物。不管你是深渊还是什么怪物，今天我都得把你揪出来。启动反向追踪，我要看看到底是哪条丧家之犬。苏总，对方的跳板太多了 ，IP 地址每秒钟变换上万次。狐狸尾巴藏得再深，也掩盖不了身上的骚味儿。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给我留下。顺着这条线索找 IP 地址，把他的老巢给我掀了。找到 IP 了，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反攻时间，追踪具体位置。怎么可能？
撤！快切断连接！再不切断，我的真实身份就要暴露了。Sober， 这笔账我记下了。攻击退了，对方的信号彻底消失了。苏总，追踪结果出来了。对方为了自保，物理销毁了位于海外的3个千万级跳板机房。断尾求生，算他跑得快。那我们的核心数据呢？数据迁移完成，新机房全面上线！哇！我们成功了，莱德科技保住了，苏总牛 ，Sober 天下第一！辛苦了，我们的首席工程师。天塌下来我顶着，说到做到。方舟已经起航，接下来该我们反击了。绝不手软，那些企图吞并我们的资本，必须付出代价。天阔资本、深渊，还有那些躲在暗处的跳梁小丑，让子弹飞一会儿，游戏才刚刚开始。废物，全都是废物！连个破机房都攻不破，还敢自称暗网顶尖黑客，技术搞不定就用钱砸！立刻给我启动 B 计划，联系海外的公关黑手，我要让莱德科技身败名裂。今天太阳落山前，我要看到他们的股价崩盘。穆总，全网突然爆发了大量水军通稿，他们在各大论坛同步发帖，造谣我们在昨晚的数据迁移过程中泄露了数百万用户的隐私数据，甚至还有伪造的暗网交易截图，说我们把数据卖给了境外诈骗集团。公关部怎么说？压不住，根本压不住，对方砸了天价买热搜，各大平台的榜单全被屠了。不仅如此，我们的客服电话已经被打爆了，全都是要求注销账号的用户。3家合作的3甲医院刚刚发来紧急函件，要求立刻暂停一切数据对接合作。如果任由舆论发酵，明天一开盘，我们的股价肯定会面临暴跌风险。慌什么？清者自清。既然他们想玩阴的，我们就把事情彻底闹大。通知公关部立刻筹备全网直播的澄清发布会。穆总，现在开直播，那些水军肯定会把弹幕冲烂的，场面会彻底失控。就算被冲烂，我也要当着全国网民的面正面硬刚。莱德科技绝不向资本低头。穆总，我支持你这么做。苏博，这次的舆论攻势太猛了，我怕直播查清的效果有限，网民很容易被带节奏。造谣一张嘴，辟谣跑断腿，常规手段当然不行。但他们忘了，在网络世界里，舆论战的背后，归根见底也是数据。你的意思是，只要是花钱雇的水军，就一定会留下资金流转的痕迹。天塌下来我顶着，你去准备发布会。你去哪儿？去机房，把天阔资本买水军的资金链底库扒出来。楚天阔，
既然你喜欢玩资本游戏，那我就陪你玩到底。以为把钱洗到海外空壳公司就安全了。在绝对的算力面前，任何伪装都是徒劳。狐狸尾巴马上就要露出来了。楚天阔，你以为用海外皮包公司洗钱，我就查不到你头上了吗？全网黑稿的发布节点虽然分散，但指令源头绝对是同一个。区区几层跳板，也想挡住我的路？找到你了，暗影公关。这种级别的防御，在我眼里就像纸糊的一样。给我破！苏博，外面的媒体已经把发布会现场围得水泄不通了。证据都在这里了。查到了。天阔资本买水军的资金流水、海外账户的转账记录，还有他们指使暗影公关造谣的聊天截图，全套铁证，一应俱全。这个楚天阔和 SD 的交集不少，恐怕都是盯着我们的健康数据来的。这次我要让楚天阔在全国网民面前身败名裂。去吧，穆总，这次将那些人一网打尽。谢谢你，苏博。技术无国界，黑客有祖国。敢动我们华国的数据，天阔资本也得脱层皮。发布会见。穆总，对于网传莱德科技出卖国民健康数据牟利一事，您作何解释？不要逃避！这位记者朋友，你的问题很有针对性。公众有权知道真相，莱德科技是不是在贼喊捉贼？跳梁小丑就等你们现身了。真相，我们今天当然会给公众一个交代。暮雪，我看你这次怎么死？只要舆论一发酵，莱德科技的股价就会崩盘，到时候只需要低价收购，数据还不是我的囊中之物。既然有人这么关心真相，那我们就让数据说话。这是转账记录，天阔资本海外账户向暗影公关的巨额打款明细，这是天阔资本的恶意陷害，楚天阔其心可诛啊！不可能，不可能，这是伪造的！伪造？每一笔资金流水都有银行的数字签名，每一条聊天记录都有 IP 地址追踪。这位记者还信誓旦旦地引导逼问穆总，不会是收了钱吧？
我什么都不知道，是他们给我钱让我问的。莱德科技绝不向任何资本和黑恶势力低头。这些铁证，我们已经在发布会开始前同步移交给了警方和国家安全部门，现在该收网了。不可能，他怎么可能查到暗网的流水？叶宵，叶宵，你给我出来！楚天阔，你太让我失望了。快帮我抹除痕迹！你们收了我的钱！混蛋！你们这群过河拆桥的混蛋！我们赢了。天塌下来我顶着，这只是个开始。深渊断了你们的资本出手，我看你们还能藏多久。楚总，发布会还没结束，这么着急走？滚开！好狗不挡道！楚天阔，你涉嫌商业欺诈、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及危害国家安全，现在依法对你进行逮捕。楚总，跑得挺快啊，可惜法网恢恢，疏而不漏。苏博，你别得意太早，我背后可是深渊，他们掌握着你们无法想象的力量，只要我出事儿，他们绝不会放过莱德科技。深渊，你真以为他们会保你？在他们眼里，你不过是一枚随时可以丢弃的棋子。不可能，我给他们投了50亿，资本的贪婪救不了你。华国的法律绝不容许你们肆意妄为。苏博，不好，快扔掉！好狠的手段，直接触发了硬件级的过载自毁。主板彻底熔毁，天阔资本那边的服务器恐怕也……叶宵做事滴水不漏，天阔资本的总部现在估计已经是一片废墟了。他们这是在向我们示威？不，他们是在清理战场。现实里的线索断了，接下来的战场只剩下纯粹的网络空间。无论战场在哪里，莱德科技都会陪你战到底。我们一起并肩作战。诸位媒体朋友，下午好。如你们所见 ，SD 从未离开。虽然前阵子我们遭遇了一些来自竞争对手小小的恶意阻碍，但事实证明，真正的资本与绝对的技术是杀不死。钱总，关于之前警方介入调查 SD 窃取用户体声数据的指控，您现在怎么看？那不过是几个心怀不满的离职员工，为了掩饰自己的无能而进行的个人诽谤。我们的法务团队已经处理妥当，相关人员已被开除 ，SD 是清白的。那莱德科技最近推出的新一代算力架构呢？据说已经对 SD 的市场份额造成了威胁。莱德科技，更重要的是，我们刚刚获得了 M 国顶级财团的100亿注资。某些本土公司靠着几块二手芯片东拼西凑搭建出来的所谓国产算力，不过是小孩子在后院玩泥沙。在绝对的国际资本与降维打击的算力面前，他们的技术只是昙花一现。
根本没有未来。我们方燦化出现站台，也将让为我们的合作伙伴带来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这娘们儿真会颠倒黑白，100亿注资，不就是仗着背后有 M 国撑腰，跑回来耀武扬威吗？苏哥、王哥，出大问题了！这消息一出，咱们刚谈好的几家头部合作方群里都不回消息了，明显开始动摇了。SD 现在的算力储备，加上这100亿美金买来的海外服务器，据说是我们的几10倍，这仗根本没法打呀！几10倍算力，那也得看他们有没有命去运行。苏总，都火烧眉毛了，你一点都不担心？担心什么？我正愁深渊背后的那条大鱼藏得太深，舍不得下重注呢。楚天阔倒了，这100亿美金就是深渊裁判最后的筹码。秦业以为这是他的救命稻草，却不知道我等的就是这时候。穆总、叶董，你们看看这盘面 ，SD 复活了，还带着100亿美金的弹药，咱们莱德现在的股价已经开始跳水了。再不赶紧找楚天阔背后的势力低头讲和，莱德今天就得关门大吉。穆雪，现在的局势确实很被动，你怎么看？叶董，我们绝不妥协。苏博跟我说过，真正的技术从来不是靠冰冷的钱堆出来的。SD 哪怕有1万亿，如果心术不正，靠窃取和垄断起家，那也只是一座更高大的空中楼阁，只要风一吹，照样塌。技术，我的穆大小姐啊，你拿什么去跟人家拼？技术能顶100亿美金吗？苏博他就算是个神仙，今天也救不了这。穆雪，你这是拿全公司的前途在陪那个苏博玩！SD 的封杀令一下，投资人全跑了，我们连下个月的服务器电费都交不起。我再说最后一遍，苏博是莱德的技术核心。核心？他除了得罪 SD 还会干什么？现在人家要开全球论坛了，我们只能在这里等死。既然他们想玩大的，那我们就去看看，这100亿美金堆出来的戏台子，能唱出什么戏？你疯了！这是鸿门宴！只要有他在，再大的场面我也不怕。哟，这不是莱德科技的2位吗？我还以为你们躲在那个满是尘土的旧机房里哭呢。怎么，今天是来蹭免费香槟的？现在的 AI 界有一种很不好的风气，某些自诩爱国的公司拿着几块淘汰的2手阵列芯片，拼凑出一个简陋的架构，就敢叫嚣守护安全。穆总，据我所知，莱德的算力中心目前连维持下个季度的海量并发都做不到吧？你们那所谓的独立研发，在国际标准看来，就是一堆产生电子垃圾的垃圾站。算力的大小固然重要，但掌握算力的人若是心怀鬼胎，再大的算力也只是犯罪的加速器。心怀鬼胎，穆总真会开玩笑。我们现在拥有最完美的逻辑和最纯净的代码，这就是我们新研发的宙斯盾系统。这逻辑闭环是完美的，苏博，你这种土路子出身的人，恐怕一辈子也看不懂。完美的逻辑。钱总，你是不是对完美这2个字有什么误解？怎么，你想现场挑战 SD 的顶级算力？
挑战算力？不，我只是来帮你们修 bug 的。在这里，你们为了追求极致的并发速度，跳过了动态同神加密的第14层检验，对吗？那是因为我们的底层血域足够强，不需要这种雷。不是不需要，而是你们的技术团队根本解决不了高并发下的时钟偏差。只要在输入段注入一个赋值时间戳，你们所谓的宙斯盾就会陷入无限回滚的死循环。秦总，这就是你价值100亿的完美。这不可能！天哪，真的是逻辑硬伤！这系统要是上线，运行不到半小时，就会导致硬件自焚。撤资！撤资！撤资！苏博，苏博，你竟敢在我的论坛上搞破坏！这是黑客攻击，这是商业犯罪！把他给我抓起来！我看你们谁敢动他！好戏才刚刚开始。这不是攻击，这是真理的审判。你崇拜国际资本，却忘了代码从来不看存款余额，他只看逻辑真理。莱德科技的算力确实不如 SD， 但我们每一行代码都写得堂堂正正。莱德的价值从来不在于有多少美金，而在于技术人的脊梁。你们这些泥腿子懂什么高端局？高端局，从你决定卖国求荣的那一刻起，你就已经出局了。废物！技术员呢？快抢救系统！给我买通营销号，我要在舆论上让他们身败名裂。苏博，看看你干的好事！因为你在论坛上当众羞辱秦业，现在全世界都在围剿我们，说我们蓄意报复、恶性竞争，还翻出之前算法剽窃的事情。穆总，就在刚刚，欧洲最大的3家合作方宣布无限期终止合同，我们的股价蒸发了30亿，30亿呀！这全是因为这个姓苏的傲慢自大。钱总，这些新闻都是刻意引导，算法剽窃更是无稽之谈。莱德的代码干干净净，谁在乎真假？现在全世界都认为我们是贼，你倒是说话啊！你不是 sober 吗？你不是无所不能吗？现在怎么装哑巴了？说完了吗？你这是什么态度？既然全世界都想看这场戏，那就让他们看个够。穆雪，通知公关部
撤回所有的澄清稿件，关闭官方评论区。苏博，这样我们会彻底陷入被动，不明真相的群众会把莱德撕碎的，连你的个人信息都被人肉出来了。既然水混了，那就让他彻底混到底。不把猎物逼到绝境，怎么能看到他们最丑陋的吃相？只有这样，泥沙才会沉淀，底下的妖魔鬼怪才会觉得安全，从而露出真身。疯了！哈哈哈！疯了！你真是疯了！穆总，你听到了吗？他要拉着全公司一起陪葬，他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我不管，我手里那点股份不能就这么打水漂。苏博，你马上引咎辞职！钱副总，请注意你的态度，莱德还没塌呢。公关已经全部暂停了。苏博，现在的舆论压力大得超乎想象，很多人在公司门口拉横幅，保安都快顶不住了。想问我准备怎么做？我只想知道，我信任的人是不是依然有底牌？无论多难，我都会站在你这边。那些伪造视频的博主收到的转账全部来自于 M 国的一个虚拟货币账户。我在等这个账户背后的洗钱路径彻底闭合。澄清没有意义，我要的是直接抄了 SD 在海外的非法资金链。秦叶，你以为你在下棋，其实你只是我盘里的死子。好，我陪你等。莱德现在已经是瓮中之鳖，不过比起搞垮他们，我更想要苏博手里那个盘古机房的代码。我已经把饵撒出去了，只要回到 SD 升职加薪待遇拉满，我就不信他们能扛住诱惑。老王和小马那几个人以前在 SD 就是底层，我不信他们能抵挡住这种诱惑。苏博，你的手下马上就要反水了。好家伙，秦叶这老狐狸还真舍得下血本。苏总这盘棋下得够大，我得把戏做足了。我的天 ，SD 这是疯了吧？他们给我开了10倍的工资，还说能解决我孩子去海外读书的名额。是我眼花了吗？好多零。苏总，您忙着呢。有事儿。SD 那边开的价，说实话，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零。兄弟们跟着你，现在天天被网暴，连家门都不敢出。大家上有老下有小，房贷车贷压得喘不过气，您总得给大家留条活路吧？如果这时候有人想走，您怎么说？想走？莱德科技从不强留任何人，现在就可以去人事部签离职合同。我承诺，不仅不追究竞业禁止，还会补发3个月的奖金。苏哥，你连留都不留一下 ！SD 那帮孙子摆明了是在挖我们的根，你现在放人，等于把刀递给他们。但丑话说在前面，出了这大门，以后哪怕莱德登顶世界，你们也永远不再是我的兄弟。行，苏总既然这么大方，那我也没啥好说的了。老王，你疯了吗？你就这样让他们走了？老王可是掌握着一部分底层接口的，万一他真的……如果连这点诱惑都挡不住，他们就没资格进入配合我接下来的行动。接下来的行动？钱总，
上次拿到的东西不也没被发现吗？这次只要你拿到盘古级硬件的密钥 ，SD 副总裁的位置就是你的。50亿美金的算力池，以后你说了算。秦总放心，苏博那个自大狂，以为把人赶走就没事了，他根本没防着我。在哪儿？到底藏在哪儿了？找到了，就是这个。他真的动手了。他可是公司的元老，竟然为了那点利诱。钱深眼里的莱德科技只是一张股票，缩水了，他自然会找新的提款机。那个密钥真的是核心代码，如果被 SD 拿到，我们的底牌就全曝光了。那是我的鱼饵。原来他早就把所有人的反应都算计进去了，这个腹黑的家伙。苏博、暮雪，别怪我，要怪就怪你们太年轻，守不住这破天的富贵。这种自以为是的项目不配让我们陪葬。莱德已经完了，我们去 SD， 那里才是 AI 真正的未来。钱总，您对莱德科技的这次舆论危机怎么看？我不怎么看，我手上的干股已售出。这次我是来辞职的，从今天开始，和莱德科技没有任何关系。不对啊，老王，我们是配合苏哥演戏，这钱深凑什么热闹？这是真叛徒啊！大台演戏，炸出个真王八！这个蠢货，等苏哥狠狠打他的脸。钱总 ，SD 的饭好吃吗？哼，比你这里的西北风好吃100倍。我已经辞职了，你就守着你的破公司倒闭吧！哈哈哈哈哈哈！莱德科技的精英团队已经整体加盟 SD。莱德科技的时代结束了，现在是 SD 的天下。这是莱德科技的盘古核心密钥。好，钱总，你这次立了头功。走，去核心机房，立刻导入数据。钱总，这可是盘古的底层代码，数据量极其庞大。你以为 SD 是莱德那种草台班子？我们背后可是深渊财团的100亿美金算力池，别说一个盘古，就是10个盘古 ，SD 也吞得下。小马，你怎么跟秦总说话的？没见过世面的东西。哼，今天就让你们这群井底之蛙开开眼界。钱深已经带着 U 盘进 SD 总部了。意料之中。那个木马真的能骗过 SD 的防火墙吗？卢卡斯可是花重金请了暗网的高手。最高端的猎手往往以猎物的姿态出现，他们以为偷走的是盘古的密钥，其实那是一颗定时炸弹。只要物理接入 SD 的核心机房，深渊财团的底牌就会全部暴露在我的视野里。你是想借他们的算力池反向追踪深渊？对，之前我们无法打入 SD 内部，现在我们的人已经打入内部，拿着 SD 的钱，再彻底击垮。苏博，你的心血现在归我了。钱总，您看这数据流转速度比我们原先的架构快了10倍不止。苏博那个废物，空有宝山却不知道怎么用，只有在我们 SD 的算力加持下，这套系统才能发挥真正的价值。各位，有了这个，公司这次上市一定能成功。干杯！这是怎么回事？钱总，系统好像报错了。
停下！立刻给我停下！废物！你快过来解决问题！你们之前不都是莱德科技的人吗？都懂这个系统，快检查问题啊！钱总，急什么？你们干什么？磨蹭什么？快修复问题！我们从一开始就从没背叛过莱德科技。你们都是苏博派来的卧底？苏总早就看穿了你们的把戏，我们不过是配合演一场戏罢了。反了，你们都反了！闭嘴吧，你这个真叛徒！今天就是你们 SD 的死期。这份大礼还满意吗？深渊财团企图窃取国家健康数据的阴谋已经被彻底击溃。今天等待你们的不是上市，而是坐牢。不，这不可能！深渊的防御是无懈可击的。菜就多练，不会就好好学。秦业、钱申，你们涉嫌窃取国家机密及商业间谍罪，跟我们走一趟。我是被逼的，都是秦业指使我的。苏总，求求你放过我，我再也不敢了。早知今日，何必当狗呢？辛苦了，带兄弟们回家。苏总，任务完成。天塌下来我顶着，现在天晴了。你不仅拯救了莱德，还保护了国家的数据安全。没有你拿身家对赌，我也演不好这出戏。那苏总打算怎么补偿我？用莱德科技的未来，还有我的一辈子。